大家好，欢迎回到小萌讲故事。虎灵奇缘第3集，真相大白。大夫因缘里在深山中经历了一连串奇遇。他先是发现自己能与动物共感痛苦，接着在被狼群袭击时，又被一只神秘的老虎解围。从那以后，每天都有珍稀药材出现在路边。3天来，从七星草、寒玉莲到血参、鹿角灵芝，这些平日千金难求的药草，仿佛是有人刻意安排，正用它们引领着他前往某个未知之地。每一株药草都采摘得极为用心，新鲜的像是刚摘下来的，而且它们总是恰好出现在最显眼的地方。因缘里就这样越走越深入山中，心中的疑惑也越来越重。当他捡起那株传说中的鹿角灵芝时，终于忍不住大声喊道：在暗中引路的到底是谁？请现身一见吧。回答他的只有山谷的回音。就在他话音刚落，前方不远处的一整片灌木丛却突然微微摇晃了起来，仿佛有什么庞然大物正轻巧地从那里离开。因缘里急忙跑过去查看，只看到被踩踏过的草丛和几个模糊的脚印。那脚印又大又圆，还有5个指印，分明是老虎的脚印。因缘里心中一阵震惊，难道真的是那只赶走狼群的老虎？他又是怎么找到这些稀有药草的？又为何要特地摆在我面前呢？随着不断深入，山势越来越险峻，但因缘里背着装满珍稀药材的药箱，虽然脚步沉重，心中却充满了期待。他隐隐觉得有股神秘的力量正在指引他前往一个特殊的地方，或许所有疑问的答案就在那里。第4天傍晚，当他捡起路边最后一株天山雪莲时，发现前方的路已经到了尽头，面前是一道险峻的石壁，高耸入云，根本无法攀爬。石壁下有个不太显眼的山洞，洞口虽然不大，但吹出来的风却带着一股清香，显然是别有洞天。因缘里仔细观察，发现洞口周围生长着一些奇花异草，有些甚至就是他这几天采集到的药材。他还发现洞口的石壁上竟然有人工雕琢的痕迹，虽然已经很古旧，但依旧能看出这里曾有人居住。因缘里心中顿时恍然大悟，果然这些药草是要引我到这里来。可这一切究竟是谁安排的呢？他站在洞口犹豫了片刻，眼看天色渐晚，山中夜晚危险重重，经过几天的跋涉，他也确实需要一个安全的落脚处。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个神秘的山洞里一定隐藏着什么重要的秘密，也许所有疑问的答案就在里面。看了看手中的珍稀药材，再看看眼前的山洞，因缘里终于下定决心，既然命运把他引到了这里，那就进去看看吧。也许在这个洞穴里能揭开这个谜团。第4章，时事藏书传古一。因缘里点燃一根火把，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山洞。洞内比想象中宽敞，石壁光滑如镜，地面干燥平整，显然是有人精心打理过的。但更让他惊讶的是，洞壁上竟然刻着密密麻麻的文字和图案。火光照亮了石壁，那些刻字变得清晰起来。因缘里凑近一看，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这竟然是一些失传已久的医学图谱。有人体穴位图，有药草形状图，更有各种治疗手法的示意图。这竟然是个大夫的洞府。因缘里心中无比震惊。洞壁上的图谱雕刻得极其精细，每一条经络，每一个穴位都标注得清清楚楚。这些内容比他所学的医术要高明得多，有些针法和理论，他更是闻所未闻。因缘里赶紧找了个干净的地方放下行囊，点起篝火，借着火光仔细研读洞壁上的内容。他越看越入迷，完全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原来血参还可以这样用，这个穴位的针法我从未见过。天啊，这种针法如果属实，岂不是能起死回生？一夜无眠，因缘里沉浸在这些高深的医学理论中。这些知识就像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让他对医道有了全新的认知。
第二天清晨，当他走出洞穴活动筋骨时，洞口竟然多了一个用兽皮包裹的物品，又有东西出现了。殷元礼心中一跳，急忙走过去查看。兽皮包得非常仔细，里面是一卷古旧的医书，书卷用特殊的丝绸制成，看起来虽然年代久远，但保存得相当完好。封面用古篆写着《神农本草秘录》几个大字。殷元礼顿时心中震撼不已。神农本草他自然知道，这是每个大夫都必读的经典，但这本秘录他却是从未听闻。他小心翼翼地翻开第1页，上面记载的内容让他目瞪口呆。这些都是极其罕见的药材和制药方法，其中许多连他这位经验丰富的大夫都闻所未闻。天山雪莲配合千年灵芝，可治瘫痪之症；九转还魂草研末，能为垂死之人续命；七星草与含玉莲同煎，专治心疾。书中详细记载了如何将普通的药草经过特殊的炮制方法变成疗效惊人的灵药，有些需要在特定的时辰采集，有些要用山泉水浸泡多日，还有些则需要配合特殊的烘干技法。殷元礼震惊地发现，书中提到的药材竟然就是他这几天采集到的那些药草。他心中豁然开朗，这绝非巧合，是有人刻意让我采集这些药草，然后又送来相应的医书。这一切都是被人安排好的。但到底是谁有这样的能力呢？又为何要这样帮助他？正当他疑惑不解时，洞外忽然传来轻微的声响。他急忙拿着火把走到洞口向外张望，只看到密林深处有树影摇晃，仿佛有什么巨大的野兽刚刚离开。那身影的大小和形状让殷元礼的心头猛地一颤，他的样貌顿时在脑海中浮现。殷元礼心中既兴奋又疑惑，真的是那只老虎吗？他为什么要帮我？而且他是如何得到这些医书的呢？他回到洞中，重新坐下研读医书。书中记载的制药方法精妙绝伦，如果能够掌握，他的医术必将突飞猛进。殷元礼挑选了一个相对简单的药方开始尝试，他发现这是一个治疗跌打损伤的外用药方，正好需要用到他昨天采集的几种药材。按照书中的方法，他先将药草在山泉水中浸泡片刻，然后用特定的火候烘烤。火候的控制极其关键，太大会烧焦药材，太小则无法激发药性。殷元礼全神贯注，不敢有丝毫大意，温度、时间、顺序都不能有任何差错。他一边控制火候，一边观察药草的变化，手心都出了汗。经过1个时辰的精心炮制，一包散发着奇异香味的药粉终于制成了。这药粉的颜色和气味都与普通的金创药大不相同，光是闻着就让人精神一振。正当他小心翼翼地将药粉收好时，洞口忽然传来微弱的声响。殷元礼抬头一看，一只翅膀折断的小鸟正在洞口挣扎着。这是一只色彩斑斓的山雀，右翅明显骨折，垂在身侧，无法飞行。小鸟看到它靠近，想要逃跑，但伤势让它只能在地上扑腾，根本飞不起来。殷元礼心中暗想，又有受伤的动物来了，这是巧合吗？他轻声安慰着，别怕，我不会伤害你的。当他的手触碰到小鸟的瞬间，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感觉再次出现了。与救治狐狸时不同，这次他没有感受到实际的疼痛，但却能清楚地感知到小鸟翅膀骨折的确切位置，甚至能感受到小鸟内心的惊恐和痛苦。这种感应比之前更加精确，就像有人在他脑中描绘出一幅详细的伤情图一样。我的能力变强了。殷元礼心中惊喜交加，他用细木条和布条为小鸟做了简单的固定，然后轻轻地抚摸小鸟的头部。小鸟似乎感受到了他的善意，竟奇迹般地停止了挣扎，温顺地依偎在他的掌心。殷元礼将小鸟放在洞中的一个角落，给它准备了一些水和从药箱中找出的干粮。刚处理完小鸟，洞口又传来声响。这次是一只腿部化脓的野兔，伤口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显然受伤已久。兔子一瘸一拐地走到洞口，看到姻缘里时并没有逃跑，反而用一种期待的眼神看着他，仿佛知道他会提供帮助一样。这些动物为什么都会来到这里呢？姻缘里心中疑惑，但还是走上前去。当他触摸野兔时，那种精确的感应再次出现。他能清楚地感知到感染的范围和深度，甚至能判断出需要什么样的药材来治疗。就在此时，洞口忽然吹进一阵清风，带来一股药草的清香。姻缘里心头一动，循着香气看去，只见洞口外一株鲜嫩的青热草静静地躺在洞口，根部甚至还沾着湿润的泥土。他惊讶地瞪大了双眼，仿佛看到世间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但来不及多想，立即拿起药草回到洞中。他用清水仔细清洗野兔的伤口，刮除坏死的组织，再将捣碎的青热草敷在伤口上。野兔全程都出奇的配合，仿佛知道他是在帮助自己。姻缘里喃喃自语，这一切太神奇了，这些动物为什么都不怕我呢？为什么会主动来寻求帮助呢？还有，我正想着需要青热草，它就突然出现在洞口外了。夜幕降临，姻缘里在洞口点起篝火，小鸟和野兔都安静地待在角落，伤势在他的治疗下已经稳定下来。望着洞壁上那些古老的医学图谱，再看看手中珍贵的医书，姻缘里心中百感交集。这一切绝非偶然，在这些奇遇背后，仿佛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正无形中引导着我。它指引我来到这里，让受伤的生灵主动求助，并传授我这些失传的医术。但这股力量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要选择它呢？篝火跳动，影子在洞壁上摇曳。姻缘里心头的预感越来越强烈，真正的秘密还没有揭开，更大的奇遇正等着他。第5章，医书解谜虎灵线。接下来，姻缘里的洞穴生活变得规律又充实。每隔数天，洞口总会出现新的医书，从针灸奇学秘药到本草纲目补遗，再到玄门医道真传，每一卷都记载着不同的医学精髓，让他的医术一日千里。而受伤的动物也持续出现，每一次都带来新的挑战。有一天，洞口来了一只后腿麻皮的山羊，姻缘里检查后判断是经络阻塞，但寻常的针灸手法根本无济于事。他翻遍所有心得的医书，终于在针灸奇学秘药中找到了活血通脉针法。这门针法极其复杂，需要在12个特殊穴位上下针，每一针的深浅角度都要求严苛，稍有差池，不但治不好，还可能要了性命。姻缘里屏息凝神，运用特殊的共感能力，精确定位每个穴位。当最后一根银针刺入时，山羊的后腿竟奇迹般的微微颤动起来。成功了！他难掩心中的狂喜。几天后，一只翅膀骨折的苍鹰被送至洞口。这只大型猛禽性情凶猛，尖锐的利爪和喙足以致命，换作一般人根本不敢靠近，更别提治疗了。但姻缘里利用共感能力，精准地感知到苍鹰的痛楚与情绪。他明白那股表面的凶猛，其实隐藏着痛苦与无助。于是，他以最温和的方式缓缓接近。我知道你很痛，但我能帮你。他轻声说着，一边慢慢伸出手。苍鹰仿佛感受到了他的善意，尽管眼中仍有警惕，却并无伤人之意。姻缘里小心翼翼地为他接骨固定，而苍鹰全程都安静地配合着。最困难的考验出现了，一只误食毒草的野鹿。那只野鹿被送到洞口时，已然口吐白沫，四肢抽搐，生命垂危。姻缘里心急如焚地翻遍所有医书，却找不到任何对症的解药。怎么办？怎么办？他心中呐喊，眼睁睁看着野鹿的呼吸越来越微弱。从山羊的麻皮到苍鹰的骨折，每一次挑战都让姻缘里的医术更上一层楼。如今面对危在旦夕的野鹿，会是他最大的考验吗？而这个高人究竟为什么要一步步引导他学会这些失传的医术呢？今天的故事先讲到这里，
期待在《虎灵奇缘》下回与你再相见。